山区老家总是停电，为了方便父母生活，我在村里自掏腰包建了发电站。3年来，我无偿供全村人用电，乡亲们个个对我感恩戴德。可就因为一句光伏有辐射的谣言，全村村民立马翻脸，逼我拆站走人。我不吵不闹，连夜拆走了设备。可当我搬走电站后，全体村民却都哭了。雨季就要到了，地里的农机、抽水机正是1年中用电量最大的时候。亲叔叔林老根看着光伏站天天免费供电，动了歪心思，私下找我嬉皮笑脸的提议：小东，这电站是你建的，咱也别白忙活，以后每家每月收5块电费，叔去帮你收，咱们5-5分。我当场就拒绝了。建电站是为了方便父母生活，回馈家乡，不是为了赚钱。说好免费供乡亲们就不能食言。林老根碰了钉子，记恨在心，转头找了村长赵长贵。赵长贵早就被外地惠民电力公司的王总收买，对方要垄断村里的农电改造，赚高额费用。我的免费光伏挡了他们的财路，承诺只要赶走我，就给赵长贵一大笔好处费。3人一拍即合，躲在村里密谋踢我出局，引进电力公司。那段时间，我总能感觉到林老根看我的眼神不对劲，赵长贵也对我阴阳怪气。我只当是长辈小心眼，没往心里去，却不知道一张针对我的阴谋大网已经悄悄铺开了。那天我刚把光伏电站做好防水准备，林老根和赵长贵就带着一群村民围了过来。他一进来就挥着胳膊大声叫喊：发电站有慢性辐射，你放在村子里就是在谋杀全村人！王大娘刚拽着电缆过来排队接电，听到这话，吓得手里的电缆一下子掉到了地上。辐射，谋杀！我当场愣在原地，不等我解释，周围村民立刻七嘴八舌地批判起来，男女老少围了里3层外3层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我们在手机上都看到了，你这个发电站用的是以前的旧设备，有慢性辐射，住在这发电站周围的人全都要遭殃。你当初建这个发电厂根本不安好心，指不定靠着这个赚了多少黑心钱，亏我们还把他当恩人，没想到是个黑心肝的白眼狼。那些曾经拉着我的手道谢的村民，被几句谣言迷了心窍，瞬间忘了我免费给他们用电，忘了无数个断电的雨季，是光伏电帮他们度过农忙。我立刻皱着眉大声反驳：光伏是国家推广的清洁能源，半点辐射都没有。我这是全新 A 级单山板工业级电池，花了几10万顶配设备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这光伏本来就是在帮村里稳电压，补农电缺口，不是什么辐射害人的东西。我一遍又一遍地跟每一个人解释，可根本没人听。这时候，叔叔林老根却突然带着一脸奸笑站了出来。林老根提高嗓门喊道：好了，大家听我说，我联系过城里的大公司了，人家说了，只要赶走这破电站，立马给咱们免费农电改造，换新线路、新变压器、新智能电站，全免费，没有半点辐射，又便宜又稳定。被贪念和谣言冲昏头的乡亲们听到免费，眼睛瞬间都亮了起来。赶走林东，搬走光伏电站，你个骗子，滚出青山沟！我站在原地，心一点点沉到底。我亲叔林老根站在人群最前面，趾高气扬地逼我在3天内搬走。村长赵长贵也在假惺惺地劝我：你年轻不懂事儿，这事儿交给城里大公司才是正道，人家比你这野路子正规多了。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，我为了父母生活方便，为了回馈家乡，建发电站无偿为乡亲们供电，不求回报，到头来却落了个骗子、白眼狼和谋杀的名声。我没吵也没闹，没再解释半个字，心已经凉透了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我现场起草了一份自愿免责与资产分割书，拍在桌子上。这光伏电站是我1分钱1分钱建起来的，没花村里1分钱，没拿大家1分好处。既然你们不领情，那我就收回。我环视了一圈围上来的村民，既然大家觉得我害人，我赚黑心钱，觉得公司好，那就全在这上面签字画押。第2天清晨，我还没起床，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。叔叔林老根在广播里号召全村人去大队部开会签字。我和父母一起赶到大部队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。林老根站在台阶上，手里拿着一叠打印好的材料。乡亲们，发电站有辐射，不能让林东卖了咱们，吃咱们的人血馒头。我父母看到这一幕，气得脸都白了，大声斥责他们：设备根本没有半点辐射，免费供电给你们这么多年，因为一个谣言就对我儿子喊打喊杀，你们都是一群白眼狼吗？林老根也在旁边冷笑：少给我们洗脑了，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辐射危害着我们的身体，不知道给你们赚了多少黑心钱。村长赵长贵背着手走过来说：我们已经和城里的大公司确认过了，林东的发电站必须搬走。父亲看着林老根恶毒的表情，气得浑身颤抖，说不出话。我父亲为人老实厚道，一辈子都没有道过这种委屈。我扶着父亲颤抖的身体，目光扫过满院盲从的村民，声音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冷意，一字一句落下：我掏几10万建光伏，无偿供全村3年，掏心掏肺，反被造谣逼走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，往后青山沟再难再惨，
都别来求我。不等众人回话，我继续说道：等你们签完协议，青山沟光伏电站正式关停，我林东永久退出，以后电力是有是无，电费是涨是跌，任何事都和我无关。父亲急得死死攥住我的胳膊，红着眼眶劝我说，我为这电站掏了几十万，免费供了3年电，不能就这么白白废了。我语气平静地安抚父亲，早就想带你们进城生活了，你们念旧不想搬走，可他们根本没把咱们当乡亲。叔叔生怕我反悔，一把抢过协议，带头按了红手印。紧接着堂哥、王大娘，全村人排着队，怕被辐射，怕耽误分补贴，迫不及待签字按手印。看着满纸的红手印，我心里最后一点乡情彻底熄灭。我收好协议，让父母回家收拾行李，提前联系的城里工人也赶到了，一起去拆电站。叔叔和村民像防贼一样跟在后面。我打开电站门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关掉总闸，断开线路，和工人一起拆卸光伏板和储能电池。拆完备用光伏系统后，村里只是失去了稳压和雨季备用电源，市电依旧能用，但电压不稳的问题立刻显现，路灯开始闪烁，大功率农机直接停转，村民们慌了，却没人敢上前。林老根背着手走出来，口袋里鼓鼓囊囊的，隐约能看到一个牛皮纸袋，那是惠民电力公司的人刚塞给他的推广辛苦费。他表情不善地看着我，冷哼了一声，说我这个人太贪婪，太自私，还吹嘘惠民公司不仅明天就拉城里无辐射的高级智能设备过来，还会给村里做全套农电改造。他转过身，张开双臂，对着村民们大声画起了大饼。乡亲们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自己来发电站接电了，全都是手机一点自动通电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智能互联网。公司还给咱们换电线、换变压器、升级电网，用电又稳又省心，咱们村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村民们听着叔叔描绘的美好蓝图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那眼神仿佛已经看到了秋天果树上挂满了金元宝。有个年轻的后生甚至迫不及待地朝我皮卡车的轮胎前吐了一口唾沫，催促道：赶紧滚吧，别耽误人家大公司的公车进村。看着这群愚昧、贪婪却又自作聪明的面孔，我把最后一块光伏板搬上车厢，拍了拍手上的铁锈。免责协议白纸黑字都在村委压着，以后你们的事情跟我林东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冷冷地扔下这句话，拉开车门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老旧的皮卡车发出一声轰鸣，把叔叔和村民们的嘲笑声彻底甩在了身后。离开山沟，我直接带父母进了城，从此与青山沟再无瓜葛。我前脚刚走，惠民电力公司的工程车后脚就开进了村，轰轰烈烈的农电改造当场启动。他们换了崭新却纤细的铝线，装了外观亮眼的智能电表，把老旧电杆刷漆扶正，还摆上了之前承诺的漂亮智能光伏设备，场面做得十足热闹。林老根和赵长贵逢人就夸，说这才是正规免费改造，比我那套实用型设备强100倍。可没人知道，这场看似免费的改造，所有材料、人工成本早就被公司悄悄算进了后续电费里。他们嘴上承诺给村民低价基础电价，却暗地里加了智能设备维护费、电网改造公摊费、线路损耗费等七七八八的收费项目，林总加起来，用电成本远比之前高得多。村民们还沉浸在免费改造、低价用电的美梦里，对背后的猫腻一无所知。5月底，正是果树开花做果的关键时期，灌溉泵、农用农机的用电量开始变大，而他们幻梦的破灭，是从第1个月交电费的那天开始的。惠民公司的收费员搬了张办公桌，大剌剌地坐在了大队部的院子里，旁边还竖起了一个微信收款的2维码牌子，大喇叭里循环广播着，让大家赶紧去交电费，激活智能用电卡。不少村民揣着钱乐呵呵地凑过去，还盼着能用上承诺的低价电。可看清收费明细的那一刻，所有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。基础电价看着确实不高，但设备维护费、改造公摊费、线路损耗费一项项加起来，总电费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以前光伏站还在的时候，他们大部分时间用的都是我免费提供的光伏电力，1分钱都没收过，他们只需要给电力公司交一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电费。可现在惠民公司进来了，玩起了资本最擅长的拆分计费和隐形附加费套路，把各种巧立名目的服务费全加了上去。综合算下来，用1度电的成本翻了整整30倍都不止。愤怒的村民们瞬间炸开锅了。那些平时为了几毛菜钱能跟人在集市上吵半天的农村妇女，此刻心疼的简直在滴血。收费员却态度蛮横，合同已经签了，各项收费明明白白，这是公司统一定价，爱交不交，不交就立刻断电。村民们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才发觉不对劲。可农电改造早已完工，新设备也装在了村里，骑虎难下之下，只能咬着牙乖乖把钱交了。可钱交了以后，电却依旧不稳。一旦同时启动灌溉泵、农机，电压就忽高忽低；水泵频繁烧保险丝，农机动不动就停机，根本没法用。所谓的智能高效发电，全是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。轰轰烈烈的农电改造，也只是换了层新皮的面子工程，把村里以前电压不稳、停电频繁的老问题又彻底暴露了出来。村民们满心的期待彻底碎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才是他们自食恶果的开始。那些花大价钱买的智能电表，除了扣费快，没有半点实用功能。所谓的手机远程通电，更是连信号都没有，完全是摆设。村民们站在自家田埂上，看着蔫头耷
大脑的果树，听着水泵烧坏的滋滋声，心里的火气和悔意一点点往上涌，却又不知道该找谁说理。林老根依旧忙着盖他的3层小洋楼，每天叼着烟在村里转悠，对村民的抱怨充耳不闻，甚至还呵斥村民不知足，说有免费改造就不错了。没人知道，这场让全村陷入困境的骗局，正是他为了一己私利亲手编织的牢笼。雨季的雨水来得猝不及防，连绵的阴雨一下就是半个月，彻底戳破了惠民公司的最后一层伪装。山区的雨季本就多雨，往年有我的光伏电站兜底，就算市电全断，村里的照明、灌溉、小型农机都能正常运转，从来没耽误过农时。可今年没了光伏稳压，加上惠民公司的假改造，只是面子工程，根本没更换变压器，没加粗铜芯线，一遇到连续降雨，线路漏电、电杆打滑的问题全暴露了出来。村里的市电3天2头跳闸，有时候一停就是一整天，漆黑的夜晚连灯都点不亮，老人孩子摸黑走路，摔倒是常有的事。果树开花做果的关键期，偏偏遇上持续降雨，地里积水严重，必须用抽水机排水。可没电的情况下，抽水机就是一堆废铁，看着满树的花苞被雨水泡烂，刚做果的小果子纷纷掉落，村民们的心都在滴血。王大娘坐在田埂上抹眼泪，想起往年我半夜冒雨帮她修线路、保灌溉的场景，悔得扇了自己2个耳光。当初她骂我是白眼狼，逼我拆走电站，如今才知道，真正害了全村的是那些虚假的承诺和自己的贪婪。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醒悟，他们聚在村口议论，都说林东的电站才是真的为村里好。他们专门查过了，光伏根本就没有辐射，最后一致认为惠民公司就是骗子，林老根和赵长贵就是帮凶。有人忍不住去找林老根对峙，可林老根躲在自家盖了一半的小洋楼里，死活不肯出门。赵长贵更是闭门不见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电力公司。村民们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，在一个停电的深夜，全村人举着手电筒围在了林老根正在修建的小洋楼前，有人砸着大门怒吼，有人哭着控诉，还有人把惠民公司的收费单摔在墙上，要求林老根给个说法。林老根被逼无奈，只能打开大门，却依旧嘴硬，说自己也是被电力公司骗了，和他没关系。可他家新盖的小楼，装修豪华的屋子，手上戴着的金戒指，都在狠狠打他的脸。混乱中有几个暴脾气的年轻人叫嚣着让林老根赔偿他们的损失，冲进屋子里就开始翻找值钱的东西。结果从他屋里的柜子里翻出了惠民公司给他的回扣收据，还有承包土建工程的合同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从农电改造里赚了足足10几万。刚才还红着脸嚷嚷着他们私闯民宅要打电话报官的林老根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真相彻底大白。村民们这才知道，所谓的免费农电改造，从头到尾就是林老根和赵长贵联手惠民公司设下的一场骗局。他们为了赚黑心钱，故意造谣我的光伏有辐射，逼走我这个真心为村里做事的人，然后用劣质的面子工程糊弄全村，把所有成本都摊在村民的电费里，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。愤怒的村民们当场就动手，把林老根揍了个半死后，被村里的老人死死拉住。有人又冲到村长家，把赵长贵围了起来，要求他罢免村长职务，退还所有好处费。可赵长贵早就把钱藏了起来，撒泼打滚说自己没钱。没办法，大家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为了省钱，村民们开始算计着过日子，各家各户轮流着用电，掐着秒表使用抽水机和农机等大功率电器。果树是不会说谎的，水分跟不上那些原本应该水灵灵的叶子，边缘开始发黄干枯，枝头上的小果子长到硬币大小就不长了，硬邦邦的挂在树上，像是一颗颗失去生机的石子。整个村子被一种压抑且焦虑的气氛笼罩着，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祈祷今年雨季能尽快过去，少用1度电就能少交一笔要命的天价电费。就在众人被高额电费、频繁停电搅得乱作一团时，惠民公司的收费员又一次踏进了村子。他不仅上门催缴往期欠费，还带来了一个压垮所有人的坏消息：公司大股东早已卷款潜逃，如今资金链彻底断裂，马上就要撤出青山沟，后续所有的设备维修、电网维护，公司一概不管了。惠民公司要跑路的消息像一颗炸雷在青山沟炸得粉碎，村民们这才彻底陷入绝望。那些看着光鲜亮丽的假光伏设备、智能电表、新换的细铝线，转眼就成了无人管护的废铁。往后线路坏了没人修，停电了没人管，可之前欠下的高额电费，收费员还攥着单据紧追不放，不交就立刻断电。整个村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。地里的果树因为没电驱动抽水机排浪，根系长期泡在雨水中烂掉，减产了大半，不少果树直接枯死。1年的收成彻底打了水漂，家里的冰箱、洗衣机扛不住忽高忽低的电压，频繁烧坏，高额的维修费让本就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。因为长期停电摸黑度日，老人走不了夜路，孩子写不了作业，养殖户的鱼塘没了增氧剂供电，塘里的鱼成片死亡，损失惨重到难以承受。众人被高额电费、即将绝收的果树、彻底瘫痪的用电逼到绝路，积攒的怒火彻底爆发，把林老根和赵长贵堵在村委会院子里，外围围满了举着农具、满脸悲愤的村民，没有动手推搡，却用层层人墙把2人死死困住。你们俩勾结外人骗全村，造谣言逼走林东，现在公司跑了，电断了，果树也快要死了。今天必给个准话，要么赔我们所有损失，要么我们现在就打110报官，告你们诈骗、侵吞集体利益，把你们送进去坐牢。往年有光伏斗底，雨季从没误过农时，
今年全被你们毁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村民们的控诉声一浪高过一浪，都是实打实的损失和委屈，没有虚张声势的谩骂，全是走投无路的绝望。林老根靠在墙角，脸色惨白，刚才还狡辩的话全堵在喉咙里。他看着自家盖了一半的小洋楼，知道一旦报关，不光钱要吐出来，人也得蹲大牢。赵长贵吓得腿肚子抽筋，他比林老根更清楚，真闹到派出所，他收好处费，串通公司的事根本藏不住。他赶紧抬手压了压人群的怒火，声音发颤，却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乡亲们别冲动，报关解决不了用电的事儿，果树等不起，老人孩子等不起，现在能救村子的只有林东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瞬间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全村只有林东懂光伏技术，有能力快速重建光伏电站，稳住供电。外来骗子靠不住，官府远水救不了近火。赵长贵一把拽过林老根，厉声催促：“是你造的谣，逼走的人，现在必须你给林东打电话道歉，求他回来。你不打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”林老根浑身发抖，他比谁都清楚我有多恨他，磨磨蹭蹭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我的号码。可听筒只响了一声，就被直接挂断。他再打，可不管打多少个，只要打过去，手机里就立刻传出正在通话的提示音。林老根声音发颤，手机都快拿不住。拉黑了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村支书黑着脸拄着拐杖上前说用他的，可他拨通我的电话，响了10多秒，却依旧无人接听。接着换堂哥，换王大娘，连着换了3个村里长辈的号码，听筒都始终无人应答。我根本不想和青山沟的人有任何牵扯，直到组里最年长的二爷用自己的老年机拨通电话，才终于被接起。我的声音隔着听筒传过来，平静的没有一丝温度，带着明显的疏离。什么事儿？林老根吓得不敢说话。王大娘一把抢过手机，对着听筒哽咽着开口，对我忏悔求助。小东，是王大娘，我们知道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你免费供我们用电3年，我们信了谣言，骂你逼你拆站，是我们狼心狗肺。现在公司跑了，线路坏了没人修，雨季停电10几天，果树烂根，鱼塘翻塘，家里灯都点不亮，全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听筒里沉默了几秒，我的声音清晰传来，冷漠的没有半点感情。当初我花几10万建电站，用的 A 级单芯板工业电池，反复跟你们说光伏无辐射是国家推广的清洁能源，你们信吗？你们签了自愿免责和资产分割书，说我永久退出，村里的电费收成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话是你们自己说的。堂哥赶紧接过手机，急得声音发颤。小东，协议我们作废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回来重建电站，费用我们全村凑，管理权全归你，再也没人敢造谣敢捣乱。围在周围的村民也对着手机纷纷开口求我，说是他们全村对不住我，让我看在生我养我的青山沟份上，回来帮他们一把。听筒里的我语气还是没有丝毫松动。我建电站是为了我父母，不是为了养一群忘恩负义的人。你们当初选了相信骗子、相信林老根的免费大饼，就该自己承担后果。免责协议我还留着，白纸黑字做不了假。我不会回青山沟，也不会再管村里任何事。你们的损失和我无关。话音落下，电话被直接挂断，听筒里只剩冰冷的忙音。手机从二爷手里滑落，整个村委会院子鸦雀无声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只有所有人脸上的绝望和死寂。他们终于明白，当初亲手把真心对自己的人逼走，如今就算跪破头，也换不回回头的机会了。看着一张张愁眉苦脸的脸，老支书叹了口气：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自食恶果。有人哭着小声提议：咱们直接去城里找林东吧，给他赔罪，求他回来，只有他能救咱们村子了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引得所有人都点头同意。他们决定凑钱买礼物，全村一起去城里，无论如何都要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青山沟的村民们自发凑了钱，买了水果、礼物，男女老少几十号人，浩浩荡荡地往城里赶。他们一路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我在城里的家，看着装修精致的楼房，看着我父母安逸的生活，所有人都低下了头，满脸愧疚。我打开门，看到门外黑压压的村民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依旧是冷冷的表情。王大娘二话不说，率先跪在地上，哭着说：小东，大娘对不起你，当初不该信谣言骂你，不该逼你拆电站，你原谅大娘吧，回来救救村里吧。紧接着堂哥，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齐刷刷地跪在了我家门口，哭声、道歉声此起彼伏。林东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信林老根的鬼话，不该逼你走。村里现在没水没电，庄稼全毁了，只有你能救我们，求你回来吧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村民，心里没有丝毫动容。3年的无偿付出，换来的是造谣、辱骂、逼走。如今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求我回去。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我冷冷地开口。我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们签了免责协议，说村里的事和我再无关系，现在又来找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村民们瞬间哭得更大声了，我扫了他们一眼就要关门，村民们却死死拉住门，不肯放手，哭着哀求，场面十分狼狈。村民们跪在我家门口，从清晨跪到傍晚，不肯起身。路过的邻居纷纷围观，对着他们指指点点。我父母看着实在不忍心，拉着我劝道：小东，
毕竟是老家的乡亲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们知道错了，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看着父母苍老的脸，想起小时候在青山沟长大的日子，心里终究有了一丝松动。但我不会轻易妥协，我让他们起身进来。我坐在客厅里，冷冷地细数着3年来的付出。我花几10万建光伏电厂，换同心线，装工业电池，维护检修，无偿供全村用电，没要过1分钱。你们签了免责协议，说永久和我无关。我走之后，你们欢天喜地迎接骗子，享受所谓的免费改造。现在骗局破了，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求我。村民们低着头，满脸通红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他们只能不停道歉忏悔。林董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只要你肯回去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。林老根和赵长贵已经被我们教训过了，他们的黑心钱我们也会追回来，全部交给你，用来重建电站。以后村里的事儿全由你做主，谁敢再质疑你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好，我们错了。我看着他们真诚忏悔的样子，又看了看父母期盼的眼神，终于松了口。但我提出了3个条件，少一个都不行。我看着满屋子愧疚的村民，缓缓说出了我的条件，所有人都连忙点头，还不等我说完就说全部答应。可我还是沉声开口。第一，林老根和赵长利必须退还所有回扣和好处费，并且永远离开青山沟，不得再踏入村子一步，由全村人监督执行。第二，重建光伏电站的所有费用由全村人共同承担，我只出技术和人力，不再自掏腰包。电站的管理权归我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第三，以后村里的农电改造、电网维护全部由我负责，不许再相信任何外来公司，不许再造谣生事，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用电。全村所有人签字画押，只有这样我才会回去。村民们听完全都满口答应，当场写下保证书，按上红手印，保证绝不违背。我看着保证书，终于同意和他们回青山沟重新修建光伏电站。回到村子里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唏嘘不已。漆黑的村落，烧坏的农机，枯死的果树，破败的线路，和我离开时的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回去后，却发现林老根和赵长贵趁着村民们进城找我，早就卷着钱跑了，只留下盖了一半的小洋楼和一堆劣质的改造设备。村民们按照我的要求，把林老根的小洋楼查封，报官追查2人的下落，发誓一定要追回黑心钱。我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我不是心软，而是不想看着家乡彻底垮掉，不想看着父母牵挂的故土变成一片废墟。第2天我就开始着手规划重建光伏电站，村民们全都主动过来帮忙，搬材料、挖地基、拉线路，没有人偷懒，没有人抱怨，全都拼尽全力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。重建光伏电站的工作在全村人的努力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。我没有用那些花里胡哨的外观设备，还是选用了之前最实用最稳定的 A 级单晶光伏板和工业级储能电池。我把之前惠民公司换的劣质铝线全部拆掉，重新换上了粗铜芯线，还扶正加固了所有电杆，还更换了大功率变压器，彻底解决了村里电压不稳、停电频繁的问题。村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忙，晚上忙到深夜，哪怕汗流浃背，也没有一个人喊累。王大娘每天给大家送水送饭，堂哥主动扛起最重一活，村里的老人也帮着整理材料，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，只想快点把电站建好，早点用上稳定的电。我把所有的技术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村民，告诉他们光伏电站的维护方法、线路检修技巧，让他们以后能自己处理简单的问题。闲暇时，我还带着村民们整理田地、修剪果树、疏通排水管道，尽量挽回今年的收成。看着村里慢慢恢复生机，村民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他们对我充满了感激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质疑和贪婪。有人主动把自家的田地腾出来给电站做配套设施，有人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补贴电站建设，还有人主动看守工地，防止有人破坏。曾经逼我拆站的村民，如今成了我最忠实的支持者。他们用实际行动弥补着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。半个月后，全新的光伏电站正式建成，比我之前的电站规模更大，稳定性更强，不仅能满足全村用电，还能富裕电量，为村里创造收益。光伏电站合闸通电的那一刻，整个青山沟瞬间亮了起来，路灯通明，家电运转，灌溉泵嗡嗡作响，村民们欢呼雀跃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这是他们时隔几个月第一次用上稳定免费的电，没有高额电费，没有隐形收费，没有停电烦恼，一切都回到了3年前最安稳的样子。老支书握着我的手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小栋，谢谢你，这谢谢你，你救了咱们全村呐！我摇了摇头，我不是救你们，我是救这片家乡，救咱们共同的根。通电之后，我又带着村民们开展了真正的农电改造。我们更换了所有不合格的设备，完善了电网布局，实现了真正的智能用电、稳定供电，彻底解决了山区用电难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相关部门也顺利找到了卷款跑路的林老根和赵长贵，2人因为诈骗、侵占集体财产，受到了法律的严惩。村民们把追回的所有赃款全部交给了我，让我用于村里的建设。那些劣质的假光伏设备、智能电表也全部被我拆除变卖，把钱冲入了村里的公用基金，用来补贴村民的农业生产。
经历了这场骗局，青山沟的村民们彻底醒悟，他们明白了，真心实意为村里好的人才最值得珍惜。那些看似免费的好处，背后往往藏着致命的陷阱。再也没有人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再也没有人质疑我的付出。全村人都紧紧团结在一起，把日子往好里过。地里的果树慢慢恢复了生机，养殖户的鱼塘重新运转，家里的电器正常使用。青山沟终于摆脱了困境，迎来了新的希望。电站稳定运行1个月后，村里的农业生产完全恢复，果树挂果累累，鱼塘鱼虾肥美，村民们的收入比往年还要高。我利用光伏电站的富余电量，带领村民们发展小型农产品加工，把村里的水果、土特产加工成干货、果酱，通过电商卖到全国各地，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。曾经破败的青山沟，如今变成了通电稳定、产业兴旺、邻里和睦的美丽乡村。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，听说村里的变化，都纷纷返乡创业，村子越来越有活力。我父母看着家乡的变化，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在老家生活，不用再受委屈，背井离乡。我没有继续留在城里享受安逸，而是选择扎根青山沟，用自己的技术和能力带领乡亲们致富。我在村里成立了用电服务站，免费为村民检修线路、维护设备，还定期给大家科普用电安全知识，让大家珍惜稳定的用电环境。村民们对我感恩戴德，每次逢年过节都会给我送来自家种的水果蔬菜，把我当成亲人一样对待。曾经朝我车吐唾沫的年轻后生成了我的得力助手，跟着我学习光伏技术，踏实肯干。曾经骂我白眼狼的村民主动帮我打理电站，任劳任怨。我看着眼前和睦的村子，心里终于释然。3年的无偿付出，一场骗局的洗礼，终于让所有人都明白了真心的珍贵。我常对村民们说，电稳了，心才稳，日子才稳。咱们要靠自己的双手，踏踏实过日子，要珍惜眼前的一切。青山沟的故事也成了十里八乡的教训，大家都终于明白真心难得，莫要等到失去后才懂得后悔。转眼到了秋天，由于及时补救，青山沟还是迎来了大丰收，漫山遍野的果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子，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新改造的光伏电站持续稳定发电，不仅满足了全村用电，还把富余的电量并入电网，为村里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我用这笔收入给村里修了水泥路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翻新了村小学，让老人和孩子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村里的农电改造彻底完成，成为了周边村子的典范。不少外村的人都来青山沟学习经验，询问光伏电站的建设方法。我毫无保留地把技术分享给他，帮助周边村子也建起了光伏电站，解决了山区用电难的问题，成了远近闻名的用电能人。林老根和赵长贵刑满释放后，再也不敢踏入青山沟一步，只能在外地打零工度日。曾经的风光无限，变成了如今的狼狈不堪，这就是他们贪婪自私的下场。村民们每次提起两人，都充满了鄙夷，更加珍惜我为村里带来的一切。父母在老家安享晚年，每天和村里的老人聊天散步，身体越来越硬朗。他们常说，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养了我这个有良心、有本事的儿子。我站在光伏电站前，看着满山的丰收景象，看着灯火通明的村子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我曾经因为乡亲的背叛心寒离去，如今又因为他们的悔改回归，不是我心软，而是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。我知道往后的日子里，青山沟会越来越好，村民们会越来越团结，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，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家乡的光明与温暖。入冬之后，山区的天气越来越冷，可青山沟的家家户户却温暖如春。光伏电站保障了取暖、照明、做饭的所有用电，再也没有了往年的寒冷与不便。村民们围坐在温暖的屋里，吃着丰收的果实，聊着村里的变化，无不感慨万千。他们常常聚在一起，说起当年逼我拆电站的事，都忍不住自责，说自己鬼迷心窍，差点毁了全村的好日子。要不是林东心软回来，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受苦呢。一定要好好跟着林东把村子建设好。是啊，真心换真心，林东对咱们这么好，咱们绝不能再辜负他。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心里暖暖，所有的付出和委屈，在这一刻都值得。我趁着冬季农闲，组织村民们开展技能培训，教大家光伏维护、农产品种植、电商销售等技能，让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，未来的日子更有保障。村里的年轻人跟着我学习技术，慢慢成长起来，成为了村里的中坚力量，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。我还联系了城里的企业，和青山沟建立了长期合作，把村里的农产品定向供应，解决了销售难题，让村民们的收入稳定增长。曾经贫穷落后的青山沟，如今变成了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美丽乡村，成为了山区里的一颗璀璨明珠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光伏电站的灯光照亮整个村子，温暖而明亮。那不仅是电力的光明，更是希望的光明，是人心向善的光明。青山沟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村民们把我请到主位，端起酒杯，真诚地向我敬酒，感谢我为村里做的一切。老支书代表全村发言，声音哽咽。今天我们青山湖能有这么好的日子，全靠林东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是我们全村的骄傲。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所有人都站起来向我鞠躬致谢。我端起酒杯，看着眼前一张张真诚的笑脸，缓缓开口说，我们都是青山沟的人，家乡好了，我们才能好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乡，都是应该的。我告诉大家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往后咱们同心协力，把青山沟建设得更美好，让日子越过越红火。酒杯碰撞，欢声笑语，
充满了整个村子。饭后，村民们陪着我和父母来到光伏电站前，看着稳定运转的设备，看着灯火通明的村子，所有人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父母拉着我的手，欣慰地看着我，说我做到了，我没有辜负家乡生养，也没有辜负乡亲们期盼着。我望着远方的群山，心里无比的平静。我曾经自掏腰包建电站，无偿付出，被造谣，被背叛，最终心寒离去。我也曾在乡亲走投无路时，选择原谅回归，和他们一起重建家园。这场关于光伏、关于人心、关于家乡的故事，最终以圆满收尾。我知道，只要人心向善，珍惜真心，青山沟的光明会永远延续，日子会永远红火。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，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与光明，直到永远。